这个瀑布的镜头是86版《西游记》的片尾，据说是在黄果树的陡坡塘瀑布拍摄的。今天开始黄果树瀑布2天深度游，会去到黄果树瀑布里的3大景区：陡坡塘瀑布、天星桥，还有黄果树大瀑布。另外这次还特别安排了夜游黄果树，希望能把最美的黄果树拍给大家看。现在离开了遵义，准备去黄果树瀑布。从遵义坐高铁到安顺西站，1个多小时就到了。这里就是安顺的高铁站，安顺西站。在车站边上找了个宾馆，今晚就在这里休息了。这个宾馆不到100块钱。前一天爬海龙屯比较累，所以今天休息。早晨坐车去黄果树瀑布，高铁边上也是客运站，这里直接有车去黄果树。从这里坐车不到1个小时就能到黄果树瀑布。现在来到了黄果树景区门口。黄果树是国家5A 景区，门票加景区车票220元。景区里非常大，必须要坐景区的交通车。黄果树瀑布里有3大景区：陡坡塘、天星桥和黄果树大瀑布。游览顺序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首先到达的是陡坡塘瀑布，可以先在这里玩，或者回来的时候最后一个玩。陡坡塘瀑布是3个景区里面游玩时间最少的，先来这里转一转。进入景区就沿着这条河走，这条河叫白水河。这次来黄果树，我是特意看了天气预报，赶上了晴天。这个是河边的栈道，空气真好。毕竟是5A 级的景区，环境非常好。陡坡塘瀑布之所以出名，第一是徐霞客来到这里看过，第二是《西游记》在这里拍过电视剧。这片树林有不少《西游记》的雕像。悟空，感觉今天河水的水量还不错，而且今天的河水比较干净。河的两岸都是栈道，先走这边，回来走对面。前面已经可以看到陡坡塘瀑布了。据说当年徐霞客到此一游，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陡坡塘瀑布。不知道当年徐霞客是不是一个人，但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当年86版的《西游记》据说在这里取过景，不过对于电视剧的师徒几个人走在瀑布上的镜头，现在还有争议。有人说是在黄果树的陡坡塘瀑布拍的，有人说是在九寨沟的珍珠滩瀑布拍的。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个陡坡塘瀑布。今天陡坡塘瀑布好漂亮，因为水量还是不错的。这个陡坡塘瀑布宽105米，高度有21米，算是黄果树瀑布里面宽度最宽的。说回电视剧《西游记》的瀑布，这2个瀑布我都去过，可以肯定的说，电视剧《西游记》在这2个瀑布都取过景，所以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这2个地方都出现过电视剧里。但到底走在瀑布上的镜头是哪里呢？看电视剧里的镜头是水量特别小的，如果是现在这种瀑布的水量是根本没法行走的。
瀑布把下面的石头都遮盖了，看不出形状。所以最终到底那个镜头是在陡坡塘拍的，还是九寨沟的珍珠滩拍的，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了。反正都拍过，都很美。从这一侧看完瀑布，我们再到对面看一看。这里有一座浮桥，可以走到对岸。这是我第3次来黄果树，也是天气最好的。上次来陡坡塘，因为发水，这条桥上都不能走。看看这条白水河，这个陡坡塘算是在上游。现在来到了对岸，沙河上，阿基尔想被两道唐僧。一路上都有很多《西游记》的雕像。这是被山压着的孙悟空。来从这边的角度看一看陡坡塘瀑布。感觉今天看瀑布是时机比较好的，天气晴，水量也不小。如果是枯水期，水没那么大；如果是汛期，水太大，还过不了桥，而且水是浑的。据说前几天刚下过雨，所以水量不小，而且今天水非常的清。趁这里没人，可以多拍一拍照。如果真的有前世，前世我是谁？如果真的有来生，来生谁是我？这一飘一忘，是否能就此快活？那又为何刻骨的相思写入魂魄？如果真的能从头我守候，如果真的没以后谁渡我？这一句奈何，是否道尽了难过？谁让我生生飞蛾，注定世事不过。禁止携带犬进入景区，盲人、肢体残重人士携带。现在沿着河岸往回走，这个陡坡塘的主要看点就是《西游记》主题。这里有一个9981难的碑刻，还有很长的一面墙，都刻着西游故事。这个陡坡塘是整个黄果树3大景区里面游玩时间最短的。相比其他2个景区天星桥和黄果树大瀑布，这里面可玩的东西也不多。这个是侠客亭，据说当年徐霞客就是在这个角度看到的陡坡塘瀑布，然后一路向下游走，才去到了黄果树大瀑布。现在坐车去下一个景点，准备先去天星桥景区，最后再去黄果树大瀑布，那个时候光线更好。几个景区之间都相距大概6-7公里。其实这个白水河一线有好多的瀑布，有一些景区外的还是免费的。其中最好看的免费瀑布是滴水滩瀑布。现在到了天星桥景区，这个景区景色最特别，玩的地方最多，当然也非常的累，全长要走7.5公里。唯恐泪雨沾湿你菱花，时间追逐远去的戎马，若思念尚优雅，为何刻在天下，泪可凄情难夹。云风苦哑如千丈悲家，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此去见一怒目，归来因你为你，心难舍放不下。沧海洗尽了铅华，与你花前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上繁华。唯恐泪雨沾湿这里是黄果树的天星桥景区，时间追逐远去的容貌，这是天星桥景区的银链坠潭瀑布。为何刻在天下？凡是看过银链坠潭瀑布的，都被它的美所惊叹。痛苦压入千丈悲家，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此去现已怒马。现在跟着我一起徒步，深度游览一下这个天星桥。上一集拍了黄果树景区的陡坡塘瀑布，现在继续坐车来到了天星桥。天星桥是黄果树里面最远的一个景区，也是需要游玩时间最长的。如果走完整个天星桥景区，需要徒步 7.5 公里，大约需要3-4个小时。很多时间紧、体力差，尤其是旅行团的人，一般走到半途就折返了。但是天星桥的精华基本在后半段，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总体来说，天星桥有3大景点，首先是天生盆景区，然后是天星洞景区，最后是水上石林区，而一路上的小景色就更多了。现在来到的就是天生盆景区，这是第一个有意思的景点蜀生埠。水面上可以找到366块石头，每块石头刻着日期，都可以找到自己出生的那一天。日期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个景区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大盆景，盆景里密布着很多大石头，形态各异。这个景区里有很多分叉的路口，如果转不出来，只要看路牌往高老庄的方向走就行了。好像走进了石林中，看山水石洞，都像是个大盆景。桥的水是为石而生的，一入景区，脚下就是水。据说这里的水面高度是恒定的，不会淹没那些蜀生石。很多游客都特意走到自己的生日那一天拍照。往前走的路很多都是左右2条不同的道路，是不同的风景。这里很多的石头上都有很多的树的根须，这些石头和树根也是这里的一景。这些都是有生命力的树根。这是一棵形似美女的榕树，美女榕。美女的腿嘛，完全看不出来，很容易迷路。在这个地方有点容易迷路，因为小路太多。如果找不到方向，问一下这里的当地人，往高老庄方向走就行。现在基本走出了天星盆景区。哎呀，到天星湖高老庄了。现在走到了天星湖高老庄，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这个地方好像是拍过电视剧《西游记》里面的猪八戒的高老庄，一般旅行团走到这里就要求返回了。2600米需要2个小时。而天星桥真正的精华都是在后半段，还有一大半的路。继续后面精彩的行程。现在离开了天星湖，洞桥。前面是个铁索桥，这里有个桥上桥。
桥下是个很美的峡谷。这边整体上都是喀斯特地貌，都是各种奇形怪状的岩石，也有很多的天生桥洞。这些石头石洞看上去好像是假的一样。景区里有很多的天生桥，还有很多暗河和溶洞。现在来到了天星桥的第二个大景点，这是天星洞。洞口看着平淡无奇，以为就是个小洞。这个洞口边上还有一条路，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忽略这个洞，走旁边的路了。我上次来就忽略了这个天星洞，因为洞口很小，不太引人注目。一起去洞里看一看。没想到这个洞如此之深。还有呢。上次没来过这儿啊。哇，这么大呀！哎呀，上次应该没来过，我以为就是小洞呢。哇，真蛮大的。原来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溶洞。真没来过。溶洞里有很多巨大的石柱、石笋。至少几十米高啊！有很多被命名的钟乳石，苗寨梯田、荷塘、冰山雪原、万里长城。各种形态的石笋、石柱、钟乳石。八仙过海。洞里的水面上有个八仙过海。我看看，好大好高啊！往上看一看，有上百米了吧？这洞真没想到这么大，不错。银链。天星洞里面不走回头路，从另一个出口出来。出来往前走，就进入了水上石林区。如果不进天星洞，旁边有一条路也通向这里。今天的水好绿。沿途有很多巨大的榕树。这里的榕树很多都是黄葛榕树。黄葛榕树、黄葛树，念快了就念成了黄果树，所以黄果树就是这么来的。感觉旁边的溪水都不断的涌现出来，越来越多。这棵就是黄葛榕树，非常巨大。水流的声音越来越大，这里就是水上石林区。
前面就要到天星桥里最漂亮的地方了——银链坠潭瀑布。水声非常大，欣赏一下这天星桥是不走回头路的，继续往前走。前面这个是飞瀑桥，从桥上过去就是河的另一端了。看看桥下的景色，有很多瀑布。这个是星霞飞瀑，在飞瀑桥的周边有很多很美的小景点。这里的喀斯特地貌、石桥、石林都非常美。在天星桥的最远端有个回程的缆车，好像包含在景区的套票里，不过没有坐，大约只有1公里，可以沿途看一看风景。现在走到了景区车的接驳处，从这里坐车返回到天星桥的入口。不过从接驳车的下车处走回出口还有大概1公里，估计这1公里的设计可能是为了分流游客吧。路上有些休息处和景点。这里看到的就是刚进景区的盆景区，只是在路的这一侧。整个天星桥景区走下来大概3个多小时，不过这一路的景色还是非常丰富的，有盆景，有溶洞，尤其是水上石林那边的银链坠潭瀑布。前面终于走回了天星桥的入口，接下来坐车去黄果树大瀑布。去往下一个景点，请继续期待下一集黄果树大瀑布。这里就是天下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黄果树大瀑布是中国毫无争议的第1大瀑布，也算是大美贵州的第1胜景。今天带着大家从上下左右内外不同角度来欣赏一下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去往下一个景点，黄果树大瀑布。游览完黄果树的天星桥景区，坐景区的交通车来到了大瀑布景区。我是1天之内把黄果树的3个景区陡坡塘、天星桥和大瀑布都玩了，所以今天发的视频实际的游览时间是4月29日。之所以说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放假，所以景区人依然很少。进入大瀑布景区，首先经过一片园林，去大瀑布选择了坐电梯下去，可以省一些力气。如果走下去大概要走半个小时，电梯往返的费用是50元。下了电梯马上就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了。这经过的好像是一片演出场地。这条河就是白水河，这条河上有很多的瀑布。沿着河边的栈道一直往前走，有很多的观景点。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河上的铁索桥可以通向两边，非常漂亮的一座桥。很难得这么美的景区现在没有人。
桥上终于看到了2个人。坐电梯下来省了很多的力气，只要走几百米就可以看到前面的大瀑布了。这里看上去青山绿水的，瀑布非常的白。听一听瀑布的声音。这个角度非常好，既可以看到远处的大瀑布，又可以看到眼前的几个叠瀑。继续往前面走，靠近大瀑布。上我们说黄果树瀑布就是指的这个黄果树大瀑，但实际上黄果树瀑布是指一个瀑布群，有18个瀑布。这个庞大的瀑布群曾经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眼前的这个大瀑布是最主要的瀑布，它的高度有 77.8 米，宽是101米。这个壮观的大瀑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从前后左右上下6个方位来观赏的瀑布。可以听到震耳欲聋的瀑布声。现在往上面走，去绕到瀑布的后面水帘洞。前年6月来黄果树的时候，这个水帘洞关闭了，因为下雨，所以只走了上面1点的距离。这次就非常幸运。去水帘洞要爬山绕到后面。大瀑布在右侧时隐时现。这是从比较高处来看对面的大瀑布。银白而壮观的大瀑布就在眼前。这个黄果树大瀑布是在陡坡塘和天星桥之间。继续沿着山往前走。瀑布的落差70多米。现在离瀑布越来越近了。瀑布的咆哮声越来越大。前面就是水帘洞了。在电视剧《西游记》里也曾在这里取过景。和我一起钻进水帘洞看个究竟。哇，好多水呀！哇，天哪！哇，滑倒了。地有点湿滑，需要小心。这个水帘洞非常长，大概有100-200米，里面有很多的洞厅，
也有洞口可以望向外面的瀑布。哇，我的大瀑布！其实应该穿个雨衣。漂亮！一般如果汛期或者下雨，这个水帘洞都是关闭的。好大！整个水帘洞有这样洞中的窗口6个。我的天哪！哦，我大瀑布哦！能够钻到黄果树后面的水帘洞里，实在是一次特别的体验。虽然有点惊心动魄，但是如果不进水帘洞，就体验不到黄果树的雄奇壮观。整个洞的长度大概是130多。哦呦天哪！前面又来到了一个洞窗，现在洞里只有我一个人，如果下大雨真的不敢进来。这个水帘洞也是个喀斯特地貌，当时都无心欣赏这个洞里的景色，光顾着看大瀑布了。磕着。终于出来了，又有点恋恋不舍。太棒了！出了洞口，也来到了瀑布的另一侧。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这个水帘洞是单向游览的，今天非常幸运，感觉是一个奇妙的旅行。再从瀑布的这一侧来欣赏一下瀑布。如所不见，左手捻着花，右手捂着剑，泪陷落下了10000年的雪。
现在沿着瀑布的另一侧河道往前走。游览这个大瀑布，稍微累一点的就是去这个水帘洞，需要绕一大圈儿，最后要从这个铁索桥过河。这个铁索桥现在也是单向通行的，逛完了水帘洞需要从这里出去，从桥上往远处望去。游览这个大瀑布，如果怕爬山累的，还是坐这个电梯比较舒服。黄果树瀑布白天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夜游黄果树。没想到夜游黄果树竟是一次梦幻之旅。下一集请继续欣赏夜游黄果树。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夜游黄果树。知道可以夜游黄果树还是在景区里看到的信息，是一个沉浸式的梦幻灯光秀。不但可以欣赏到雄伟壮丽的大瀑布夜景，还可以体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表演。这是一个非常极致的梦幻之旅，非常值得来体验一下。白天逛了一天黄果树大瀑布，在景区公园门口吃了饭，住了下来。景区门口有非常多的住宿和餐厅，价格很便宜。得知黄果树有晚上的夜游项目，所以就过来了。夜游黄果树是在另一个入口，不过两个入口相距不远。门票原价是200元，包含了大电梯和景区交通车的费用。晚上7点半坐景区的交通车来到了大瀑布。那漂亮。演出从8点开始。我们后面的游客，我们的表演要开始了，你们来往前走。景区门前的广场首先是迎宾表演，这是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演员。黄果树这边主要的少数民族是苗族和布依族，他们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颇具特色。这个表演结合了高科技手段，演员脚下应该踩的是平衡车，内容应该是节日庆祝。布依族的主要节日是赤心节，苗族的节日是游方节。这个舞蹈表演形式还是非常新颖的，看几个片段。演员们都很漂亮，表演的水平也很不错。表演还是互动式的，我还收到了一个香囊。看看我收到的小礼物。门前的广场表演结束后，开始进入大瀑布景区。一进入景区，就好像进入了梦幻世界。在竹林的一角有一个织布的少女，飘动的水雾，幻化的光影，非常神秘。表演的好像是个布依族的少女。布依族的织布有一种特殊的工艺，
类似于蜡染，所以他们的衣服好像是画在布上的青花瓷。舞姿非常的灵动优美。少女在光影的笼罩下翩翩起舞，一会儿织布，一会儿跳舞，非常喜悦的样子。舞蹈结束，还不忘和观众互动，向观众群抛洒礼物。整个园区有很多地方都有表演，有个导游带着大家前行，最好一路跟着导游走，这样不会落下每一个表演。前方道路的中央有个亭亭玉立高高的女子在跳舞，应该是站在一个台子上，被高大的裙摆遮掩了。这个美女的舞蹈也非常漂亮，拉近镜头看一看。音乐在蓝色的薄雾中渐渐消失。继续往前走，一路上有很多的灯光秀。记得在白天的时候，这里好像是一片园林，晚上这里更像是仙境一样。这是什么字？没认出来。再往前走就是大电梯了，坐电梯去瀑布。我个人感觉白天和晚上的黄果树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可能因为票价都不便宜，很多人都会有2选1的烦恼。现在下了大电梯，空中激光打出了不同的图案。这个图案有什么寓意吗？白天看到了这个大铜鼓，果然这里是表演场地。铜鼓是布依族的神圣之物，只有在重大节日和贵宾来临的时候才可以敲响。后面的背景就是大自然的山体。这个表演的主题好像是神鼓奇水。这个歌舞采用了山体投影和民族歌舞的形式，表现的是布依族济水祈福的神话故事。整个表演非常的大气磅礴。山上好像还有一些文字出现。后面这个山的背景高达100米。看完表演，继续往大瀑布的方向走，又进入了梦幻世界。整个树林里星光熠熠，白水河两岸梦幻的灯光秀。据说这整个夜游黄果树的投资达到了上亿元，算是贵州全力打造的夜游项目。这地上写的是寻隐黄果树吧。继续往前走就到大瀑布了，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了。这里有个雕像，应该就是徐霞客，白天没有注意。最近看到很多网友留言说我是当代的徐霞客，
实在是不敢当。现在到了大瀑布，这里的灯光秀马上上演。水面上、山体中有很多变幻的激光，应该是有表演主题吧。这个表演现场的震撼力是非常强的，毕竟是夜晚，所以这里绚丽的灯光秀很难用视频体现出来。大家都在等待大瀑布被照亮的那一刻。大瀑布终于被点亮了，瀑布上的彩虹出现了。整个大瀑布不断地被灯光变换着。听一段安静的音乐，看一看这大瀑布的夜景。大瀑布变换着不同的颜色，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离别岸早些花落，每句想为什么？我灿烂的飞过，我孤独的跌落，都有你，像一片爱让我停泊。我曾经彷徨疑惑，不想变成粉末，也曾经莫名执着，不顾生活结果。我想要成为你，却怕失去自己。你懂得，我是由我自己雕刻，因为我来过，泪水都是我的，别害怕坠落，会的天总会清澈。用微笑面对蹉跎，看我光明和泪落，仰望着夜空最亮的星火。所以我爱过，在角落天空海阔，不害怕折磨，因为热爱才值得。风雨过后，这个夜游黄果树每天是7点半开始，整体感觉还是非常惊喜的。如果有机会可以来体验一次吧。下一个行程，荔波小七孔。